带8个月宝宝飞巴厘岛5天4夜，团费只要32000，你觉得这到底值不值得？很多人问我，现在这物价32000是不是只能住烂饭店、吃路边摊，还是真的能捡到便宜玩到疯掉？今天这支影片不废话，直接开箱给你看，我会带你看这趟行程最真实的样子。但这32000到底包了什么？住的饭店有没有雷？还有带着嫩婴出国，到底是在度假还是在给自己找麻烦？说实话，出发前我也很担心，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带宝宝出国。但这趟下来，有些惊喜真的让我下巴掉下来哎。当然，有一些真实的辛酸史要提醒大家。如果你也很想知道这32000到底能不能玩出5万的价值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第一天的行程。这班飞机是360限定的彩绘机，超级可爱的。它的航班有限定这6个航程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航班号码是不是彩绘机哦。拿到可爱的布织布袋子，里面装的是宝宝副食品。那它的饼干啊、杯子都是360系列，真的超可爱。餐具也是非常的萌，股市粉丝都被圈粉啦。还有这个迷你冰棒，超级可爱的纯一只。睡个觉，航程5小时30分钟就抵达巴厘岛。抵达巴厘岛后，我们先坐游览车前往金巴兰，它是一个传统渔村。这是哪里呀？哪里呢？金巴兰海滩夕阳的美景曾经荣获全球10大最美日落之一，但现在不是。现在巴厘岛有入围的是巴杜尔火山，还是一个活火山。金巴兰海滩这一条有很多露天海鲜烧烤，重点就是看着这片海，然后吃着 BBQ。现场还看到来庆祝周年的，他们的位置超好，前面都没有人挡住，配这个夕阳超 chill 的。这个女儿来了3次，你觉得这次好吃吗？我觉得比上次好吃，经过6年还是有一点进展，蛮好吃的。耶，晚上行程来到超市，每到一个国家最喜欢去超市逛逛了。来超市就是要买他们的当地的水果，榴莲。第一颗开起来很好吃，第2颗就还好。榴莲，觉得刚刚比较好吃。很甜呢？不会，我们家卖榴莲的，这样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，可是我觉得它有味道，我的认知它有点太水水的。没有。黑皮头超市跟一般的本土超市比起来，它比较多进口的商品，日本、韩国的东西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生鲜熟食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当地的优格品牌，这个维他命 C 导游非常推，买来喝喝看，买个泡面当宵夜预备。伴手礼区也不能少，当地的宝宝副食品来看一下，我自己选了2个泥状的，但我觉得吃起来味道都好奇怪哦。先买网络上推荐的跟想吃的，有喜欢再来回购。我们的饭店是在库塔这一区，它距离机场很近，开车只要10分钟。去库塔海边车程是8分钟。以双人房1500的价格来看，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它房间很大，也算蛮干净的。晚上的宵夜时间，聚在一起聊个天，然后吃个宵夜，第一碗总是特别开心。Day 2，我们先在饭店吃早餐。这间早餐很棒哦，它有现场制作的培根、蘑菇跟咸菠菜，蛮好吃的。它还有漂浮早餐，这需要事先预约。结束后，我们就坐游览车，这边的路非常的小条，然后都是塞，游览车的位置也很窄。抵达 Green Kubu 张鸭餐餐厅，距离附近很红的德克拉朗梯田车程8分钟。这里的开放式用餐环境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巴厘岛的在地美食张鸭餐是经过长期腌制再下去酥炸而成。那外面很热，但风直接吹进来很凉，是一个很惬意、很放松的景点。接着前往乌布皇宫，只有外围的公共区域可以免费参观，因为它里面还有皇室居住，空间很小，挤了满满的游客。参观完后就去侯林路逛街，这里有满满的摊贩。觉得好逛吗？还好哎，而且大家东西都卖的差不多，一样的感觉。包含连麻裤裤500块台币的吊嘎，看起来不值得。抵达巴厘岛最美的星巴克避暑，跟团行程还有送一杯星冰乐。星巴克隔壁这间莲花餐厅才是完美餐厅吧？超多外国人在排队的，进去还要先换衣服。接着要去吃网络很推的烤猪肋排，
瓦哈哈餐厅，用巴厘岛的香料腌制后再进行火烤，我觉得吃起来非常软嫩诶。这餐还有送烤猪脚，但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吃的好赶好累。因为吃完饭就要直接去按摩，距离车程才10分钟，这行程排得很怪，根本无法好好消化。但这间 SPA 比想象中高级，油压2小时1000块。现在是天还没亮，第一个来餐厅吃早餐的人就是我。想说早点吃，回去弄小孩，这样出船的时候才不会太累。我们抵达贝尼达岛，在这里拍到一张美照。但你知道这张照片后面其实，当大家都海里看鱼，然后玩水上深潜，考量到小孩的作息啊跟安全性，我选择留在了岸边。说不遗憾是骗人的，但跟宝宝一起玩水看海，在这边也蛮 chill 的，所以我觉得这3万也是很值得啊。虽然海边很美，但那一出国，生活重心真的就是围绕着喂奶换尿不转。所以这次影片我也想分享一下后勤补给的重要性，像是桃园机场2航厦 C5C6 这个超狂的育婴室就超级值得推荐的。爸爸等待时，这里还有提供简易的午餐，是自助式的，还不错。现在在车上，我们要去看破碎池、天使浴池，还有恐龙湾。小费你有收吗？我刚刚这里坐车上来的路非常的颠簸，就它地上很多坑洞，然后路都不平整，所以超级不舒服的，就是一直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头超晕的。如果你很容易晕车，建议你准备一个晕车药吧。第一个景点是破碎沙滩，这是由海水侵蚀而形成的洞穴造型的拱桥，下面的水超级清澈，好想下去游个泳哦。现场看真的超美，会看到发呆，浪花拍打的样子也很疗愈。接着前往第2个景点，用走的就可以走到天使浴池。我觉得这里的浪很大拍照时不要靠近那个边，因为其实它没有安全措施，就是要扶好啦。好热哦，兵马很晒，椰子不好没有什想买啊么遮蔽物，可是稻草帽可以遮个阳，比较舒服一点。原来对，这里超多游客，很多人，就是我觉得逛起来品质也没有那么好啊。毕竟这也是离岛啊，这里的交通建设的基础还是没有像巴厘岛本岛那么好。抵达第3个景点恐龙湾，沿路有小摊贩，但外面都没有遮蔽物啦，都是这种的。这里就是看恐龙湾的位置啦，通常在你开车上来的司机都会帮你卡好拍照位置，然后大家都会挤在这一区，因为大家都是要拍一样的恐龙湾，所以就非常多人。加上这里是悬崖顶端，大家出来玩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就是不要去推挤啊，毕竟这里的安全措施没有到很稳固。这是由海浪和风化相互作用而制造出的天然小恐龙，这个角度看下去可爱现场还有背景的施工声超大的，需要吃个冰淇淋来抚慰一下我的心灵。蓝莓跟开心果好吃，快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现在已经是傍晚了，看看这个超美夕阳。晚餐来百货吃，它就在库塔海滩旁边，但因为晚上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去海滩。选了间顺眼的餐厅，让宝宝先吃饭，然后随便乱点就踩雷了。屈臣氏这款干洗手我很喜欢，它跟超市一样都在地下楼层，我们就来买个伴手礼跟晚上聚会要吃的东西。这里纪念品类的东西很齐全。结完账后就准备坐游览车回饭店啦。整天行程下来也是蛮累的。第4天的行程是前往海神庙跟逛百货公司，一样吃个早餐配个泳池，每天都吃一个优格，很好吃。前往海神庙的路上，在门口拍个团照。海神庙这里的区域很大，它除了海神庙这个主庙以外，它还有其他小的寺庙可以去逛逛走走。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其他寺庙。退潮的时候人可以下去走，然后你还可以拍照，1张20。你可以近距离的看海神庙，但是游客没有办法走进去。听说海神庙还有圣蛇传说，所以这个拍照其实还蛮应景的。但这个大蟒蛇它好粗哦，我自己觉得很可怕啦。这一张照片不便宜耶，是要500块台币的耶。这里除了凉亭外没有太多遮蔽物。来巴厘岛有3个法宝可以让行程更快乐，就是帽子、水还有小电风扇。看完风景就变成购物行程啦。他们超厉害的，直击杀价现场，来介绍我们的杀价女王。她在海神庙的纪念品节很会跟店家来回跳恰恰，从衣服、饰品、包包都可以谈，让大家买的超兴奋的，完美融入在地杀价文化。这是我买的鸡蛋花夹子，是不是超可爱？夹上去整个度假感都来了。
巴厘岛的游览车超级小，我自己坐就觉得很挤啦，男生就更不用说了。现在要出发去 Icon Bali， 这里很多知名品牌。但我们现在肚子比较饿，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看起来很 chill 的餐厅。下午来这边很舒服又不会很晒。它面向海边，又是开放式的环境。它的菜单内容很丰富，有当地料理，也有意式料理。我们刚好是在Happy Hour时段 ，cocktail 是有买一送一。等菜上来的时候，就去旁边海滩走一走，这里很 chill它的室外空间很有度假风的氛围。我们的湾刷牡蛎有泰式跟醋汁口味，颜色超美，酱料搭配章鱼超级入口。这个看起来很无聊的奶油宽面，它吃起来超特别的，在座5个人都没吃过这种酱料口味。这份牛排搭配旁边的马铃薯泥还有酱料，也是立马被大家秒杀。第2盘泰式牡蛎，它变得好小颗哦。这款炒饭吃起来不会油，居然是清爽的。这是买一送一 Happy Hour 的鸡尾酒，我很喜欢这种梅酒它是有酒味的，不会让人觉得很水哦。游览车的路上，天空好美哦。最后一晚依然要来超市补货，满满的啤酒跟宵夜。通常跟团最后一天的住宿都会比较好。我们住的独栋 villa 有简单的厨房设备，还有私人泳池，半开放式的空间很大，在室内就有度假的感觉。这栋 villa 有2间房，我们2个家庭住在一栋。它的厕所空间感觉比卧室还大，环境也很干净，一晚还不到5000台币，我觉得很划算在巴厘岛同样的价位。5星级度假村可能只能住普通客房，但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整栋的 villa 和私人泳池。好好笑哦。最后一天的行程主要就是在 villa 跟最后的伴手礼采购。早餐还帮我们封膜，很贴心。这个空间在白天看更有延伸的感觉，挑高的设计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很喜欢这个半开放式的户外空间，阳光照射进来的感觉很好。它的早餐超多分量，吃到很饱。导游推荐这个日本 Lemon CC 超好喝的，喝完整个精神都醒过来了。喜欢这个很 chill 的早晨。虽然每天早上跟那英奋斗都像打仗一样，但我还是会留10分钟给自己，静下来化个妆，带个饰品，找回一点点当妈的精致感。除了装扮以外，还有这款包包，它真的是旧了，可以说是我们这趟旅程的超强战友。这款是今天的黑色百搭款，虽然看起来帅帅的，但女生背也完全不违和。里面空间超好装，而且肩带可以随意调，这点真的很加分有隐藏式夹层，还有蜂巢设计的材质，背起来很透气，不会闷。5金配件也增加了很多功能性。最厉害的是它的侧边纽扣防盗设计，如果有人想动手，你一定会立刻有感觉，因为它需要先拉扯才能打开，安全性满分。它的材质防水耐用又有磅数，我真的把它定义为最适合出国的包包。这区的拉链放重要物品刚刚好，还能卡随手要拿的东西。好了，帮老公把平板塞回去，那我们出门啦。每天都喝一罐优格，这是草莓李子口味，那这样挤出来是这样。小小一包，每天携带很方便。来到这间 Google 评论4.9颗星的泳池酒吧，但不是晚上来喝酒看夜景，好像少了一个味道。我们是来这里吃印式午餐。这间餐厅下面它是一个购物中心，它有非常多层楼的伴手礼店。如果前面行程都没有买到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暂时购物。这个印尼料理吃的不是很习惯，口感偏奇怪，说不上来。总结这趟旅行，真的跟我以往的行程排得很不一样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带着8个月大的宝宝出国，然后新手爸妈也很手忙脚乱啊，行程也被打乱啊，其实都是在意料之中啦。但说实话，这趟团费3万2，我觉得非常值得，重点行程跟文化体验都没漏掉，尤其是全程有游览车代步，帮我们省下超多体力跟找路的时间，让我们能更开心的陪孩子享受假期。回头想想，我们留下的不只是照片跟影片，旅游当下的麻烦啊，被打乱的节奏啊，笑声啊，其实都是生活在提醒我们，要让自己慢一点，柔软一点，去拥抱眼前的每一刻。巴厘岛，我们下次见。